魏无羡愣了愣，忙低下头想看一眼自己的记录本，却发现上面白得像被美女舔过一样。他下意识地偏过头往旁边瞥，又疏忽想起自己身边的位置是没有人的。魏无羡，蓝启仁怒道：“你上午旷工不来就算了，这会儿开会竟然还敢吊儿郎当！”你，蓝曦臣忙拉了下蓝启仁的袖子，面上挂着和煦的微笑：“叔父，忘机今天早上帮魏老师请过假了，他有些不舒服，你别太动气。”蓝启仁仔细看了看魏无羡，冷哼一声：“是吗？你脖子上红红一片，是怎么回事儿？”魏无羡心底不由一慌，抬手捂住自己的脖子，一时有些语塞：“啊，这个呀。”蓝曦臣呆了一瞬，随即笑着替魏无羡答道：“忘机说魏老师是过敏了。”蓝启仁皱着眉，又向魏无羡的方向瞥了几眼，面色中仍是多有不满，然而又到底没再说什么。魏无羡松了口气，向蓝曦臣投去一个感激的目光。蓝曦臣回以微微的点头示意。魏无羡一边拔开笔盖准备好好做记录，一边在心里默默对蓝曦臣的应变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于是5班的某位同学：“哎，魏哥，你脖子上怎么了？”魏无羡面不改色：“啊，没什么，过敏了。”一连4天，蓝忘机都没有再出现过。可是每天被放在自己办公桌上的早餐却从来没有断过。魏无羡有些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如果说是因为那天晚上的事动了气，想要与自己划清界限，那么每天早上精心准备的餐点是怎么回事？可如果说他并没有生气，又为什么要躲着自己这么久？魏无羡忽然发现自己的脑子可能不太够用，于是这天早上他不到7点就跑去了办公室。这个点里面还一个人也没有。魏无羡坐在自己的椅子上，心情复杂的趴上桌子，准备补个回笼觉。迷迷糊糊间，电话铃响了。他以为是蓝忘机，于是几乎立即弹了起来，掏出手机，拿出来一看，却发现是一个陌生号码。他有些失落地按下接听键：“喂，你好。”电话那边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：“无羡，是我。”魏无羡这才想起，当时被蓝忘机拉走之前，自己好像是正在被表白的。这2天一直想着到底该怎么处理2个人的关系，一时间竟把这茬给彻彻底底抛之脑后了。周速半天听不到他的回复，复道：“无羡，聚会的那天晚上，他顿了顿：“你考虑好了吗？”魏无羡默了默，他说：“周速，对不起。”魏无羡挂了电话，长叹一口气，还是把姑娘家给弄哭了。不过谁又有什么法子呢？从古至今，只怕也唯有一个情字最为残忍自私，得到的自是欢欣喜悦，但若未果，便也只能黯然神伤。心下正想着，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。魏无羡忙抬起头，见到的却不是他日思夜想了好几天的人。来人形貌与蓝忘机生的足有7、8分相似，但气质神情却与他大不相同，俨然是几天前才帮自己解过围的蓝曦臣。魏无羡站起来：“曦臣大哥。”蓝曦臣手里提着2个餐盒，见到魏无羡后明显也是一愣，随即微惊道：“魏老师。”他抬手看看自己的手表，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现在才7点半多一点，今天应该没有你的早读啊？啊，魏无羡随便找了个理由：“我还有课没背完。”蓝曦臣温润的笑笑：“真敬业呀。”他边说边走过来，将手上的米粥和灌汤包放在魏无羡的桌子上。既然来得早，那现在赶紧趁着热吃了饭吧。魏无羡有点怔：“这个。”蓝曦臣笑道：“这是忘机怕你自己想不起来，特意嘱托我每天早晨带给你的，都是照着他留下的便条买的。虽然味道可能不比他亲手做的好，但我想应该都还是合你胃口的。”魏无羡眨眨眼：“您怎么知道？都是蓝湛给我做。”蓝曦臣淡笑不语。顿了顿，魏无羡便想起来了，蓝忘机这个哥哥对自己的弟弟向来了若指掌，只怕有什么他不知道的才是不正常。小小的纠结了一下，魏无羡问道：“那蓝湛他为什么这么久都不在啊？他没有跟你说吗？”蓝曦臣微疑：“他去避世参加教研会了，本来该是我去的，后来他自己来找我，说想去提前熟悉一下。”魏无羡不解：“提前熟悉？”“对呀。”蓝曦臣点点头，
他迟早是要接手我的职务的。忘机这个人向来不善与人交际，这种大型教研会对他而言也算是种锻炼。魏无羡更晕了，他以后为什么要接手你的职务？蓝曦臣眼中闪过一抹诧异之色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一直在学校里任职，家里本来想让忘机接管公司的，可他不愿意，非要回来教学。现在他肯定是更不打算回去了。等过几年，便只能是我回去打理蓝氏，他当然是要接着做云深的校长的。魏无羡仿佛被雷击中，一时呆若木鸡。蓝曦臣看他这反应，隐隐明白过来几分，忘记他没有跟你说过这些，是不是？魏无羡努力回忆道，他说过他留在这儿是蓝老，不，蓝主任之命。蓝曦臣皱起了眉。魏无羡也陷入沉思，他为什么要对自己有所隐瞒？是不愿意同自己多说什么？还是蓝曦臣开口打断了他的思绪，那他也没有跟你提起过你不在的那几年里发生过的，对吗？魏无羡什么？蓝曦臣叹了口气，他的目光看向魏无羡脖间未消的红痕，我以为你们是互通过心意的。魏无羡仿佛彻底被打懵一般，半天没有明白过来。心意？什么心意？蓝曦臣摇摇头，原来到底是我想的太简单了吗？也是，如果你从来不去过问他，以他的性格，当然也不会主动去告诉你，到最后也只能是他不知你，你不知他。魏无羡死死地盯着对面的蓝曦臣，依稀明白过来他的意思，一颗心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。蓝曦臣道，既然这样，他也只能由我来开这个口了。窗的外头是黑漆漆一片，里头是一派灯火通明，空调里吹出阵阵热气，烘得空气有些燥。魏无羡心里乱得很，他实在是没有什么教学状态，于是只给学生们布置了几道基础习题，让他们做完后随意自习。大概是新学的这节内容有些抽象，大家做起题来仿佛不是特别得心应手。在第8个同学上来问过题之后，魏无羡有些烦躁地拿起一根粉笔，起身在黑板的正中央写道：无脑套公式 F 等于 G_mmr2，再问自杀。果然，这种简单粗暴的题点让大部分人都算出了正确答案。虽然都不是特别能明白其中的深刻含义，但他们见魏无羡难得地散发出一种暴躁的气场，也没有人敢再拿着习题册去往枪口上撞了。魏无羡深吸一口气，将脑袋深深埋进自己搁在桌子上的臂弯里，脑子里回想的全是早上蓝曦臣对他说过的那些话。